从昨天晚上到现在，小鹏的手机关机，微信不回，我到现在都联系不上他。阿姨，你先别着急，说不定是手机没电了，或者是丢了。如果他手机没电或者丢了，他完全可以找人借个手机给我打电话呀。您最后一次给他打电话是昨天晚上什么时候啊？大概是11点左右。以前有没有过这种情况？从来没有。小鹏以前晚上不回来睡觉，一定会打电话告诉我的。董总，您看啊，这事儿到现在还不到24个小时，要不您先别着急，再等等消息。不行，我必须马上找到小鹏。我来找你，就是希望你把它当做一个公关事件来办，请我照付。董总，方便出去咱们单独聊两句吗？妈，什么情况啊？找人找警察呀？找我们干嘛？叫你找你就找，哪那么多废话呀？董总，说实话，您这事儿挺奇葩的。找人从来不是我们公关公司的业务。告诉我，到底出了什么事儿？不然我没有办法帮你。天慧阿姨找你，肯定有她的道理。你又不是不知道，明通股份每年有多少公关费用都给了咱们公司。对不起，我刚才没有全说实话。今天凌晨1点左右，我儿子还给我打了一个电话，他说他出车祸了，他现在暂时回不了家。在那之后，我就再也联系不上他了。车祸？对，车祸。危机公关还有找人的业务啊？那找人的业务能赚钱吗？那要看找谁了。现在找的是上市公司大老板的儿子，你说能给我们带来多少业务量？懂了。我现在很担心，我不知道我儿子会怎么样，我不知道他受没受伤，或者他有没有把别人撞伤。总之，不管发生了什么，我需要知道实际情况。你为什么不去找交警呢？交警队那边已经去过了，交通事故正在查，该怎么处理怎么处理。我说的是公关这部分，这是公关事件。你也知道，我的身份很特殊，虽然这是私事，可是一旦被别人利用，后果是很难预料的，所以必须马上解决。我马上就要到淀山湖去开几天的闭门会，这个事情迫在眉睫，这也是我来找你帮忙的主要原因。董总，您对公关有多少了解啊？我知道你是连续4年最有价值独立公关人的获得者。嗨，这都是虚名。今天上午我在 MTP2论坛有一个演讲，不知道您看了没有？我看了全程直播。那您有什么见解呢？你讲得非常精彩，所以我来找你。等一下，你跟天华姨聊什么了？她可是我妈妈的朋友，为什么要逼着我啊？我觉得董小鹏不只是失踪这么简单。什么意思啊？董天慧刚才跟我说，今天凌晨董小鹏给她打了电话，说他出了车祸，暂时回不了家。什么？那当着大家伙的面，天慧阿姨怎么不说清楚啊？我怎么知道？他是你妈妈的好朋友，你应该直接去问他呀。老大找我什么事儿？
赶紧去交警队查一下今天凌晨这场车祸里的肇事车辆的车牌号。知道了。董小鹏，今年25岁，明通股份 CEO 董天惠的独生子。生父在他2岁的时候就跟董天惠离婚了，从此再无往来。董小鹏也随之改了母姓。大学毕业后，先后进入3家公司，但没到半年就辞职了。他名下还有一家贸易公司，但经营情况显示是暂停。目前了解的情况只有这些。交警队那边有消息了吗？虽然我无权调用车辆照片，但他们明确地告诉我，今天凌晨那起豪车撞伤外卖员的肇事车辆是一辆白色的超跑，车号是沪 BT5788，车主正是董小鹏。董小鹏涉嫌肇事逃逸，性质比较恶劣，警方也通知了他的家人，如果能找到他，希望他能自首。警方已经立案调查，对董小鹏进行全面搜捕。另外，警方也愿意咱们配合去找人。现在大家都清楚了吧？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找人业务，也不是一个普通的交通肇事逃逸，这就是一起危机公关事件。所以，董天惠会来找我们。董小鹏平时去的地方都查了吗？董小鹏喜欢玩游戏，他经常去的几家高档网吧我都去问过了，那边的人都认识他，说他是网络游戏高手，但这2天没有去。其他关系查了吗？小鹏家的亲朋好友本来就不太多，目前为止我只联系到了3个人。第一个是他们家的保姆，小鹏昨天晚上出去后就再也没回来，剩下的他也不知道。第2个是他们家的司机，不过半个月前被辞退了。第3个是小鹏大学时期最好的朋友，时过半年了。我一直觉得像这样的单亲家庭，母子关系应该是不错的。记得我们上小学的时候，小鹏特别瘦小，老被高年级欺负，他妈也是气汹汹的跑去学校找领导告状。不过他们什么时候关系变成这样了，我也不太清楚。现在很尴尬。这就是女大18变，儿大不由娘啊。这也是你不结婚的理由吧？我不想结婚，不代表我不想要孩子。你想要孩子呀？我想不想要孩子跟这件事没有关系。我警告你，现在我们在工作，请你不要跟我扯闲篇儿。各位，咱们最好在警察找到董小鹏之前找到他，不然我们会很被动。可是我们现在什么线索都没有啊！我有一个办法，可以用 GPS 定位。我可以用 GPS 定位反向追踪董小鹏常用的游戏账号，只要他上线，我这边就会有通知，然后根据 IP 地址就能查出他的下落。董小鹏在这儿。松江区金水路网鱼网咖，你们俩在这盯着，随时监控董小鹏的行踪。他一旦换了地方，马上通知我们。明白。咱们走。哎，江大林，你不是在国外吗？叶永福是不是你撞的？你说什么呢？谁是叶永福啊？
出了这么大的事儿，你还能躲在这儿玩游戏，你心可真大呀！我真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沪 B T5788，干什么？这辆车把人都撞飞了，你还有心思在这玩游戏啊？你胡说什么？他什么时候飞了？他就是从那个助力车上睡。你诈我！叶永福现在躺在医院里昏迷不醒，而且警方也一直在找你。你现在最应该做的事情就是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跟我们说清楚。你谁呀？他叫魏哲，国内最著名的公关专家。你妈妈现在很着急，让我们来找你。多大点事儿，还公关专家？再说我又不是故意撞人，不就赔点钱吗？行了，既然我妈都找着你了，你们就跟她去谈，该赔多少赔多少，我就不管喽。董小鹏，我没有开玩笑，你去自首吧。该赔多少赔多少钱，我自什么手啊？你俩也是，该干嘛干嘛去，别打扰我玩游戏啊！你干嘛？报警。董小鹏，你因为涉嫌肇事逃逸致人重伤，我们依法对你进行拘留。哎，别！哎，你俩快给我妈打电话，让她救我呀！快给她打电话！所以小鹏真的太过分了，他撞了人之后没打110，也没打120，不仅不把伤者送到医院，反倒是撒了一把钱扬长而去。他这么做是的，小鹏确实犯了一个低级错误。董总，这不是错误，这是交通肇事逃逸，是违法。魏先生，严重了。警察已经定性了吗？已经结案了吗？我了解我儿子，他绝对不是那种见死不救的人。如果小鹏是一个普通人家的孩子，我只需要去找律师谈就行了。可他不是。我们家是有社会影响的，如果这件事情处理不好，不只是我的名誉受损的问题，明通股份也会受到牵连。你们知道，股市的变化瞬息万千，一个不好的消息传出去，股价就会跌得一塌糊涂。这是我绝对不允许的，所以我需要你们帮我去消除一些负面的影响，适当的增加一些正面的宣传。魏先生，请你一定要理解我，小鹏真的不是那种人，他只是一时的头脑发热，犯了一个低级错误。我约了你好几次，你都说你没空，晚上没有时间啊，请你吃个饭。哦，那个回微信。不好意思啊，今天晚上我得加班。好，我知道了。你师兄的电话吧？晚上有约会啊？我妈，天慧阿姨给我妈打电话了，说这个案子办成了，给我们的公关费翻倍。当事人叶永福，山西五镇人。3年前，因为儿子叶东烈考到了上海的一所大学，随即也来到了上海打工。半年前，成为了著名外卖平台“一人3餐”的外卖员。事发当晚，叶永福接到了一单外卖，是送到青山新村，就在祁连路和梅村路路口的位置上。他无视红灯，违章试图穿过路口，刚好董小鹏右拐，因为没有来得及减速，正好撞上了叶永福的助动车。事情发生之后，董小鹏第一时间下车查看叶永福的伤情，随后2个人达成了口头协议。董小鹏留下钱之后就离开了现场。等等，你是说董小鹏和叶永福达成了口头协议？是的。也就是说，叶永福答应了4两。是的。
请看董小鹏的证词。那天凌晨我有点急事儿，所以就开得快了点儿，但肯定没超速。在过一个红绿灯的时候，我不知被什么晃了一下，等我缓过神来，就已经跟那人撞上了。我一发现撞人了，我就赶紧下车看，我看他还能动，我就问他你怎么样，行不行？你要是不行，我赶紧开车送你去医院。他说没事儿，让我给他点钱，私了，他自己一个人去医院看看就行。所以我就把现金都给他了。哎，我是看他没事儿我才走的。救护车将叶永福送到医院后，他已经陷入了昏迷。这么看来，董小鹏不是肇事逃逸啊？当然不是，董小鹏就是违章驾驶以致伤人，绝对算不上肇事逃逸。董小鹏是无辜的，他现在已经取保候审了。叶永福这样的人啊，我见得多了，是典型的要钱不要命。但这种案子到最后，其实最重要的已经不是赔偿多少或者判刑轻重的事儿，而是要看舆论的倾向。对，所以现在你们这些公关专家比我这个律师更有用。这个是几位证人的联系方式。董小鹏现在人在哪儿？他马上就到。现在的情况呢，对你、对天慧阿姨都非常不利，所以魏哲建议你虽然已经被放出来了，但必须保持低调，最好不要出门。为什么躲呀？我是无辜的，我跟他已经私了了。我们现在面对的不是交通事故，是一起危机公关事件，是舆论对天慧阿姨、对明通股份的影响。你最好听我们的。放心，小鹏啊，一定会配合的。董小鹏，如果严律师说的属实，第一，叶永福违章在先；第二，就像你说的，你和叶永福是在私下达成了口头协议以后留下钱才走的，是这样吗？是啊。啊，我就说嘛，这里头啊一定是有误会的。小鹏啊，不是那种见死不救的人啊。那好，我还有几个问题。第一，那天凌晨，你为什么把车开得那么快？是有什么急事吗？我那是跑车，我一不留神就开快了。一不留神？啊，那天呀，我们俩吵架了，我让他陪我呀去参加一个活动，他不愿意去，然后我就骂了他，所以呢，他一生气就跑出去了。OK。第二个问题，那天在网吧，你为什么没有告诉我们你和叶永福已经私了了？我那会儿都被你们问懵了，后来警察都来了，我上哪有时间说这个去？为什么把车牌摘了藏起来？我害怕呗，毕竟是撞人了。我其实那会儿就是头脑一热，心里有点虚。哎，我知道我错了，我以前干了挺多不靠谱的事儿，可是这次我是真的跟叶永福私了了，他同意了我才走的，你们得相信我呀。江达林，咱们俩小学就是同学，我是那撒谎的人吗？现在不是我们信不信的问题，而是你如何让大众相信你董小鹏没有撒谎。从现在开始，你不许再玩游戏了。你的游戏 ID 已经被曝光，只要一上线，网友就会关注。最近绝对不可以在网上留下任何的痕迹。最重要的是，我希望你对我们诚实。我们一定会全力配合的。当时的情况嘛，律师也问过了，记者也采访过了，现在你们又来问我。是这样，您是唯一的目击证人，您看到司机从车上下来后对受害者实施救助了吗？救助了，他当时就蹲在那个外卖员的旁边，不然我不好走的。能不能说得具体一点？当时司机拿着一摞钞票数给那个外卖员。那我想大概是两个人谈好价格了就没事了，谁晓得后来这个外卖员又昏倒过去了。谢谢你，刘东先生。不客气。我们到的时候，那个人是醒着的，眼睛是睁着，但意识已经不清楚了。哎，小刘，
你过来一下。哎，我们上次接的那个被跑车撞的那个外卖员，他是不是醒着呢？好像是醒的。哦，对，是醒着的。当时他手里还抓着钱，这些问题都已经采访过了呀。你们去网上看新闻好了。豪车撞坏外卖员事件，目前有了新的进展。外卖员叶永福至今在医院昏迷不醒，而肇事者董某也因肇事逃逸证据不足。昨天下午已被警方允许取保候审，但警方仍在进一步对此案件进行调查取证。大量网友发表了不同意见和质疑，相关情况我们也会追踪报道。我们费尽心思，总算是让这条新闻没上热搜，但在本地论坛上还是有很多人在讨论这件事儿。而本地论坛发布的带视频的微博转发量也已经超过了3万。朋友圈还有人在转发。我早上坐地铁来公司，很多人都在聊这件事儿，说董小鹏见死不救，丧心病狂。现在这个时代，人人都是自媒体，想要压住一条新闻，根本不可能。这都是因为董小鹏的身份，明通股份总裁的儿子，开的又是豪车，你换一个开破车的撞了试试？Stella， 有件急事要找你帮忙。你说，是这样，现在舆论对董小鹏非常不利，我们一方面要降温，另一方面要尽可能的安抚受害人，不能再出任何乱子。现在叶永福在第一医院接受治疗，我记得你以前在第一医院做过公益活动，你看看有没有什么途径能够打个招呼，把叶永福安排到单人特护病房，这样受害人家属心情会好一些。好的，我知道了，我来处理。你病了？没事儿，那就这样啊，拜拜。老大，有关叶永福在昏迷前同意和董小鹏私了的消息，已经通过不同的渠道发出去了，初步的舆论铺垫已经做好了。安东，我们提炼出了开豪车不代表为富不仁、拒绝道德绑架、财富不是原罪等新的标题，发布出去后效果非常不错。本来网络上一面倒都是指责董小鹏的，现在已经有30%左右的网友认同我们的观点。很好，理性的声音在增长。如果再把这个发出去，事情也许就会有转机。大家好，我叫董小鹏，我就是那个在网上被骂为富不仁的豪车司机。我知道自己错了，我为我自己的考虑不周和自私感到深深的自责。如果当时不是因为有事要急着离开，我也就不会答应叶叔叔提出的私了。虽然当时他意识很清醒，但我还是应该及时的把他送到医院。我知道现在说什么都没有用，在此，我诚心的向叶永福叔叔和他的家人道歉，对不起。我承诺，叶叔叔所有的医疗费。没想到你年纪轻轻的还认识我们院长啊，还能让他给你调到这间特护病房。我告诉你啊，就这间病房，可不是有钱就能住的。我是社会调查记者赵明，对于你父亲被撞伤主动提出私了这件事儿，你怎么看？我爸没有提出私了，那都是董小鹏的一面之词。你父亲重伤需要支付大笔的医药费，你会不会向董小鹏提出巨额赔偿？董小鹏是明通股份总裁董天惠的儿子，也和你是同龄人。对于这一点，你有什么想法？你会不会因此而愤愤不平？他是谁的孩子，我不关心，我也不想知道。我现在只知道我爸还躺在病床上没醒过来呢。我希望你们别打扰他，要挖新闻到别处挖去。哎，你这是什么态度？公众有知情权，我们需要知道真相。什么真相？你们这些记者就知道帮董小鹏这样的有钱人说话，他说什么你们信什么啊？你别拍了，听见了吗？别拍了，别拍了，别拍了！把手松开！你再拍我给你砸了，信不信？你就拍了，你砸一个试试。冷静啦，知道自己错了吧？我没错，我来找你就是告诉你，董小鹏他在撒谎。我以为你是来感谢我的。单人特护病房真的很难进的。我为什么要感谢你？你是董小鹏家里请来的公关，你比我更不希望这件事引起大家的关注，所以帮我，
等于在帮你们自己。你们这些做公关的，为了帮有钱人洗白，不惜颠倒黑白、混淆是非，你知道吗？我认为很无耻。叶东烈，你有情绪，我很理解。可也请你想想，站在你对立面的，不都是坏人？你说董小鹏撒谎，你有证据吗？我爸不可能贪他那几个臭钱，他不是那样的人。你怎么证明你说的就不是一面之词呢？天底下的父母为了孩子做什么都可以，甚至连命都可以不要。难道你爸爸就不可能为了钱选择私了吗？你上大学需要很多钱的。我不信，他不可能这么做。你不是不信，你是不敢信。你不愿意看到你爸爸很有可能为了要更多的钱供你上大学，选择私了。你胡说！你凭什么这么说我爸？人总是要长大的。等你长大了，就没有人会哄着你、顺着你，你要独自面对真相。好好休息一下，冷静冷静。深蓝色，你怎么不直接给我来一黑色？太土了。这样稳重。我不喜欢这个，一点也不酷。你是去道歉的，不是去作秀的。人家不希望看见你穿的又帅又潇洒。对他们都希望我衰，是吧？行，只要能让这事快点了结，我穿什么都行。把这双鞋换上。我不是都道过歉了吗？视频都录了，干嘛还得到医院再道一回歉呢？道歉是分步走的，视频道歉是针对网友的，对待受害人必须去当面道歉，才显得有诚意。有女的，哎，那个送外卖的还没醒呢，是吧？是的。你说他会不会再也醒不过来了？那你就麻烦了，他要是醒不过来，就没人能证明你说的是真的了。那也没人能证明我说的就是假的。你这都多此一举，你就应该直接找那姓叶的聊价格。他们这帮人每次都这样，开始义愤填膺、喊打喊杀，到最后都是为了钱。我求你，赶紧给他点钱，这事也就算完了，别老成天这么折磨我。太恶心了。现在看起来起码不像个坏人。高鹏，病房里别进去了。那你让我跟你来干嘛？总觉得哪有点不太对劲儿。怎么了？你去帮我查一下董小鹏那辆车的违章记录。又出什么事儿了？他要是醒不过来，就没人能证明你说的是真的了。那也没人能证明我说的就是假的。你就应该直接找那姓叶的聊价格。他们这帮人每次都这样。我在公司跟董小鹏聊天了，总觉得哪不太对劲儿。你现在就去查一下。知道了。叶东烈，你好。我是 DR 传播的魏哲，我带着董小鹏来给你道歉了。出去。叶东烈，董小鹏是真心实意来给你道歉的。我不接受，他道歉我不接受，你叫他出去。咱们冷静点行吗？你看，叔叔还在这躺着呢，咱们在叔叔面前这么大吵大嚷的，也不太合适吧？你也给我出去！
董小鹏，我告诉你，我叶东烈这一辈子不会原谅你的。你不仅把我爸撞成这样，还到网上去造我爸的谣，往我爸身上泼脏水，你是人吗？你简直就是王八蛋！你骂谁呢？给脸不要了是吧？张鹏啊，你说什么？我来给你道歉是给你面子，别自己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啊！我根本我就叶东烈，闭嘴！咱们冷静点行不行？冷静点。你告诉我，刚才你说我们在网上造谣，是怎么回事？你给我演戏呢？这些帖子是你们地谣传播帮他发的吧？收了他的钱，就跟他合起伙来撒谎骗人，表面上跟我来道歉，背地里头去诬陷我爸。你们真的没一个好东西，给我滚蛋！你们两个都给我滚蛋！滚啊！我早说不来了，你看他那个样啊，简直是要把我吃了。当时要不是因为你拦着，他真没准把我打死。我跟你说话呢。这是怎么回事？是你干的吗？哎，什么呀？是个帖子就赖我呀？我听说有人昨天晚上接了笔大买卖，顺手还给我发了个付款截图，一出手就是3万块，挺大方呀。什么呀？我凭什么给3万块钱啊？我脑有病啊！微信的头像是你吗？啊，对，是我的，怎么了？我跟没跟你说过，不要在网上留下任何的印记。谁让你去买水军骂人的？我没瞎说。再说那不都是你说的？叶永福要钱不要命，这不都是你的原话吗？我现在说你是个傻蛋，这也是原话。你找水军去发去。你骂谁呢？你不要以为你是个公关专家就跟我在这指手画脚的吧？要不是看在我妈的份上，要不是你妈这案子，我根本就不接。明明做错事了，在这振振有词，不知好歹是吗？你知不知道我们下一步的计划是要找叶东烈谈和解？你知不知道叶东烈对你现在是恨之入骨？你这么做我怎么谈？你要不想谈和解，没问题，你继续去买水军，到网上去骂人，我一点也不拦着你。但是你给我听好了，做这些事儿之前，先去问问你的律师，如果不能庭外和解，你需要坐几年牢。董小鹏是在2011年4月拿到的驾照，第一次出车祸是同年6月，他撞了人，赔了人家50万。2015年，他把一辆小货车撞进了水库，幸亏人没死，赔了80万。第3次就是去年，违章追尾一辆出租车，还把后排的乘客撞骨折了，赔了15万。另外还有很多违章记录。这是从交管局提取的复印件。这也就是为什么董小鹏挂在嘴上的话是，他们都是拿钱走人。他习惯了拿钱解决问题，这也就不难解释为什么他在出事后不是第一时间送人上医院，而是想拿钱私了。这些肇事记录说明了什么？说明董小鹏他是马路杀手，也说明我们之前的工作不够细致。但就凭这几次事故来推断，这一次他还会用同样的思维来解决问题，甚至于撒谎来掩盖真相。我们是不是太武断了？警方那边也在彻查此事。所以我现在需要董小鹏跟我说真话。你父亲所有的治疗费用由我们来承担。另外，董家愿意再拿出100万作为额外赔偿，可以一次性付清，但前提条件是你必须同意庭外和解。我不同意。那你到底想怎么样呢？骂你也骂够了，气也出够了，总得有个明确的态度啊。我不想跟你说话，你走吧。事情闹到今天这一步，我知道你心里肯定特别难受，我非常的理解。但是我还是希望你能够抛开情绪的因素，仔细的想一想，你现在最需要的是什么？江达林，你什么意思啊？到现在你还怀疑我？你是不是朋友啊？就因为是朋友，我才来找你说的。如果你真的撒谎了，你现在就去找警察，主动坦白，知道吗？有病吧你！啊，合着法院没判我，你先给我判了。我们查过你的违章记录，
你出车祸撞人也不是第一次了吧？是，我是出过几次车祸，可我跑过吗？我哪次不是认罚赔钱呢？你找水军黑叶永福是怎么回事啊？这个问题我不是已经解释过了吗？江大林，别人不了解我、怀疑我也就算了，你也怀疑我？真相和清白都救不了你爸。你就算把董小鹏送进监狱，让他血债血还，你爸能马上从床上坐起来吗？我认为你现在应该想的是，怎么样能让你爸得到最妥当的安置和照顾。你现在最需要的是钱。没错，我们是穷人，我们是需要钱。但是我告诉你，你不要以为你们这些有钱人可以拿钱来任意摆布我们的人生。我跟你说了，董小鹏他撒谎，我一定让他坐牢。可以啊，法律是很公平的，也是很无情的。法律不会因为你父亲躺在病床上就会多给你100万，这是我们从道义上给你最大的赔偿了。100万，不仅可以让你父亲更好的康复，还可以给你未来的生活提供保障，这不比真相更管用吗？我问你，如果你爸爸被撞了，多少钱能够让你原谅一个人，在撞倒你父亲之后不施救、不报警，扬长而去？多少钱能够让你接受一个人明明可以把你父亲送去及时治疗，而因为没有治疗，现在可能变成植物人？多少钱能够让你放弃骨气、放弃尊严？100万、1000万，还是1个亿？我要是骗你，我游戏排名一辈子垫底儿。幼稚，不够狠是吧？我发誓，我要是骗你，我出门车撞死江达林，江总裁，我的江大法官，你就别这个眼神看我了，行不行？你从小一这么看我，我心里就哆嗦。我都发这么毒的誓了，你就不能盼点好吗？从现在开始，你们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，你们不让我干什么，我坚决不干，行了吧？最好不要骗我，否则我绝对不会帮你的。打官司，那是一件多么消耗时间和精力的事情啊！而且如果没有人帮你，你很可能得不到你想要的结果，甚至会荒废你的学业，荒废你的前途。你说你父亲每天起早贪黑、风吹日晒的送外卖，他为了什么呢？他不就是为了你能顺利地完成学业，将来过上更好的生活吗？这就是他的心愿。为了他的心愿，为了他能够更好的康复，我真的希望你能够接受我们的建议，尽快地了结此事。没关系，你自己好好想想。这是我的名片。你随时可以打电话给我。喂，魏哲。Stella， 我刚刚和叶东烈谈完，很艰难，我觉得他对我有点敌意。我在想，能不能请你出面跟他谈谈关于和解的事情？你认为他对我就没有敌意吗？因为上次他父亲转单人特护病房的事儿是你帮的忙，所以我觉得他对你的印象能好点。那我试试吧。好的，谢谢。拜拜。
吃饭了吗？你干嘛来了？替前面人打圆场来了？我说我不是，你肯定也不相信呢。帖子的事情我已经知道了，我是专门过来跟你解释的。我不需要你解释。舆论是无法控制的，不过请你相信，那些帖子真的不是我们发的。我们想要跟你和解啊！我不想跟你们和解。我还真没见过像你这样那么愿意给自己树敌的人。我可不想成为你的敌人。你这个样子，大学毕业到了社会上，可怎么办呢？我会写程序，我不用去社会上，也能养活我自己。你走吧，我不想跟你说话。你晚上要陪夜，白天应该找个地方好好休息一下。你要是休息不好，晚上怎么有精力照顾你爸爸？再说了，这个房间里也没个插线板，你电脑很快就没电了吧？到时候你怎么写代码？你别以为你这样对我，我就会心软。我绝对不会原谅董小鹏的。你想多了，我是来表达善意的。至于你接受不接受，随你。我在外面等你。洗衣液、香皂什么的都买完了，待会儿找一个大的超市买2个脸盆，一个洗脸，一个洗脚。这不需要脸盆。不是给你用的，是给你爸爸用的。还需要买几条毛巾、干纸巾、湿纸巾，我给你写下来吧。保温杯。我给你留点现金。我不要你的钱。那这样，待会儿你买了东西记得开发票，发票抬头写这个。你好好休息吧，那我先走了。喂，你咳嗽，可以试着含一个姜片，这么大，别太厚，含着就行。谢谢。老叶可是我们公司的好员工啊，顾客对他的评价都很高的。出了这样的事情，我们也很难过。来，拍个照啊！这是干嘛呀？拍这张照片留个资料。我们根本不相信老叶会主动提出私了。老叶是什么人啊？我们大家都很清楚的。我们一定要为他讨回公道。不能因为他是个外卖员，就随便让别人欺负。谢谢。小叶啊，你是个大学生，又不是本地人，社会经验不足，千万别轻易答应和解。像董小鹏这样的人，就应该得到严惩，应该为他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的。你只要出一份授权，我就让公司的律师帮你打这场官司，一定跟董小鹏斗争到底。钱方面啊，你不用担心，公司会承担所有的费用，你1分钱都不用出的。不是，你看啊，今天啊，我把我们公司律师都带来了。一人三餐徐冰在他们官方微博发表声明表示，不管董小鹏是什么来头，都会将这件事情追究到底。这条微博的阅读量已经超过了300万。
从一人三餐发声明说要跟董小鹏死磕到现在，不到2小时，一人三餐的微博搜索指数已经急速上涨20多倍。而明通股份的股价本来最近是随着大盘一路看涨，这个微博一发，居然跌了1.2%。从叶永福被撞到董小鹏被抓，中间10几个小时，一人三餐一声不吭。现在我们已经为叶永福重新调换了病房，也在努力的劝和中。为什么他们要在这个时候跳出来？中间有什么猫腻吗？老大，我们已经查过了。最近一人三餐被爆出存在大量商户没有卫生许可证的内幕，工商部门正在调查中。昨天之前，本来网络上还有控诉一人三餐卫生问题的新闻，结果他们一发微博，这些新闻居然消失了一大半，现在都变成一人三餐力挺叶东烈了。所以我们认为，一人三餐的行为很明显是在转移舆论的注意力，典型的拆东墙补西墙。喂，怎么了，魏哲？Stella， 有件事情还得麻烦你一下。董总，已经查清楚了，这个一人三餐就是为了蹭热度。我不管一人三餐要干什么，这件事如果再闹下去，明通的股价就会继续受到影响，我在董事会的日子也会更难过。明通的股价每跌1个点，你知道我们会损失多少钱吗？这件事拖了这么久，到现在还没有解决，我不知道你每天都在干什么。对不起，董总，也许是我们给叶家开出的条件还不够丰厚，要不然价码再提升一些，我再去找叶东烈谈一谈。你觉得还有用吗？叶东烈如果是为了钱，他早就狮子大开口了，现在又冒出来一个一人三餐，这不是钱的事儿，他们是冲着人来的。你知道董事会的那些人个个都拎着刀，就等着我给他们一个交代。我发话了，如果小鹏的事被认定是交通肇事逃逸，我立刻引咎辞职。你现在知道这件事的严重性了吧？我懂了，我会尽快和 DL 那边沟通一下。有些事儿 DL 做不了，只能你去做。你是我们家的私人律师，我不管你用什么手段，花多少钱，你必须马上把这件事平息下去。你记住，保住小鹏，就是保住我，保住明通。你怎么又来了？我不想见到你们 DL 公司任何人。我不代表我公司，今天我代表我自己来。我来谢谢你，上次你教给我那个方子真的很管用，我嗓子好多了，谢谢啊。不用谢。现在有时间吗？我想带你去一个地方，你去了，也许会改变你的看法。我们那天是凌晨赶到现场的，距离车祸发生已经过了好几个小时了。到的时候，病人眼睛是睁着的，但意识已经不清楚。听一下，从但是意识已经不清楚了开始，把后面全部剪掉，再把后面那个医生说的，好像还说了句话接上去。当时他手里还抓着钱，都没有松开过。后来好像还说了句话。可以把刘东接受采访说的话截一句，也放到前面。把小鹏接受采访说的那句“绝对不会逃避责任”也放上去。我承诺，叶叔叔所有的医疗费和康复费用我全部承担，绝不逃避责任。
这是什么地方？你父亲出事之前一直住在这儿。这里是1人3餐的宿舍，地处城郊，房租非常便宜。没来过吧？我住在大学城，离这儿很远。每次我要来找他，他都不让，说让我在学校好好学习。你爸爸是个好父亲，为了让你上大学，什么苦都愿意吃。他不让你来这儿，肯定是因为不想让你看到他生活在这种状态下，怕你觉得丢人。你带我到这儿来，就是为了忆苦思甜啊？当然不是，我就是想告诉你，1人3餐公司如果真的关心自己的员工，是不会把员工安排在这儿住的。从你父亲出事到董小鹏被抓，中间10几个小时，在你最需要帮助的时候，他们在哪儿？他们来看望你了吗？说过安慰的话吗？没有。说句你不爱听的，我知道你不喜欢我们爹啊，可事实上，到目前为止，给予你提供最实实在在帮助的，只有我们。换单人特护病房的事儿，谢谢你。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会原谅董小鹏那个人渣。我没有说董小鹏，我说的是1人3餐公司。告诉你一个消息吧，昨天，相关部门进行了突击检查，查出1人3餐公司的平台上有多家商户没有卫生许可证。本来这事儿2天之后就要爆出来，可今天的新闻是，1人3餐公司力挺昏迷外卖员，对富二代肇事者抗争到底。现在你明白，1人3餐的老板对你父亲不闻不问几天之后，突然出现在你面前，还说要帮你打官司，是为什么了吧？还带着一大群记者，拿着那么大的一张支票，这是要干嘛呀？这是作秀。他们根本不是要帮助你和你父亲，是要利用这件事情，利用舆论来扭转1人3餐公司的困境。现在好了，网上铺天盖地都是1人3餐公司是一个有担当、有情义、有骨气的公司，卫生许可证的事情没人提了。就算你说的是真的，徐斌利用了我，可你们不也一样吗？不一样。虽然我们是董小鹏的公关代理人，可我们绝不会袒护当事人，更不会掩盖真相。我们的目的是要解决问题，始终把你父亲的治疗和他未来的生活放在第一位的。从这个角度来说，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。我认为你们每个人都在演戏，我不知道这是真的。叶东丽，我告诉你，你眼中看到的好人，不一定都是善良的；你认为的坏人，也不一定都是邪恶的。我希望你能够冷静，在你父亲的问题上，做出正确的选择。选择？你告我怎么选择？你跟那个魏哲都来跟我说，让我识相把钱收了认命，还美其名曰的说是什么利益最大化。你们有没有想过，如果我收了这个钱，我等于承认了我爸是一个要钱不要命的人，我等于承认了网上对他所有的指责和谩骂。如果有一天我爸醒了，我有脸见他吗？对不起，你接着说。是。
我是穷人，我爸每天骑着这些电动车，10几个小时送外卖供我上大学。他过得苦，但是他命不贱。这些有钱人以为用钱可以摆平一切，是吧？你回去告诉董小鹏，我叶东烈绝对不会要他1分钱。这件事我一定追究到底。他不仅撞到我爸，最重要的，他撒谎，他损坏了我爸的名声，我要让他付出代价。各位，这个会是我临时召集的，我有件私事要宣布。我和崔云俊之间出了些问题，我们已经分居了，我准备离婚。不好意思，因为我的私事可能会给公司带来一些麻烦，所以我觉得有必要事先通知各位。就这些了，散会吧。江总队长，请留一下。昨天我带着叶东烈去了他爸爸的宿舍，我告诉他一人3餐在利用他，可我没想到他的抵触情绪那么大，完全不相信我的话，而且认为我们也在利用他。他断定董小鹏是在撒谎，要求董小鹏必须受到惩罚。离婚也要宣布啊？当然，合伙人之间没有秘密。那你今天去见叶东烈，准备怎么劝他呀？没有更大的诚意，去了也没用。我看到那个司机啊，从车上下来之后，就非常着急的去查看那个被撞人的情况。那个被撞人呢，跟他说了几句话。后来那个司机拿了一叠钞票赎给那个被撞人。我想应该是2个人谈和解了嘛，就没什么事了。我也就没上前去。我们那天是凌晨赶到现场的，距离车祸发生已经过了好几个小时了。到的时候，病人眼睛是睁着，当时他手里还抓着钱，都没有松开过。后来好像还说了句话：“我承诺，叶叔叔所有的医疗费和康复费用，我全部承担，绝不逃避责任。”这个你收好。好，谢谢。我希望你们尽快把这段视频对外公布，以正视听，一定不要让1人3餐混淆视听。我知道，这段视频一旦公布，可能会对叶永福父子造成不好的影响。但是事实就是事实，1人3餐为了博得公众的好感，把所有的脏水都泼到董小鹏身上，甚至还连带了董总和明通。董总现在的压力很大，我们必须立刻反击，尽快调转舆论的风向。严律师，这段视频是从哪儿来的？我再次进行了调查取证。OK， 我觉得这个证据来的正是时候，咱们马上安排对外发布。这是严律师，我希望你再去劝一下董小鹏，看他能不能再去医院道一下歉。还去？不是已经去过了吗？叶东烈不肯和解，董小鹏再去多少次都是一样。不一样，叶东烈原不原谅他是一回事，董小鹏去不去是另外一回事，这是态度问题。可是叶东烈情绪很不稳定，
怕董小鹏去了，叶东烈再动手打人。从制造公关事件的角度来讲，如果董小鹏去医院道歉，叶东烈动手打了他，说不定是件好事。人心是最善变的，之前大家憎恨他，是因为可怜叶永福。如果这次董小鹏去医院道歉，叶东烈打了他，我猜，这些吃瓜群众们心里的怨气至少会消到一半，说不定还会有人开始同情董小鹏。那行，我回去再做做董小鹏的工作。江总，我来之前，董总特地强调，你们两家是世交，你和小鹏是发小，所以这件事儿就拜托你了。慢走。严律师慢走。路易斯，把那个视频再给我放一遍。视频再给我放一遍。路易斯，你想干什么呀？我想再看一遍视频。你跟我出来去。你老毛病又犯了是吧？咱们不是见过刘东吗？那个视频是有问题的，被剪辑过了。我不相信你没看出。严律师刚才说的很清楚，你没有听着吗？这是他再次调查取证后的结果。你不相信律师是吗？我相信律师啊，我只不过是想知道事实的真相。真相是什么？还要让我跟你说多少次？公关的原则永远是客户至上。你上瘾了是吧？习惯了拿着客户的钱，永远跟客户对着干。哎，不是，我就想搞清楚搞清楚什么？你现在最应该搞清楚是你自己的立场。别以为上次 New Face 那案子你侥幸过了关，你就以为这一套永远行得通了是吧？明通不是 New Face， 董天惠也不是顾凯雷。这一次你不许给我胡来。我没。我没有胡来，我是真的觉得视频有问题。算我求你，再给我最后一次机会，你帮帮我，那个视频你先不要发出来，让我查清楚。如果是我错了，我真心的给你道歉，不认我这个学生就行了。邦尼帮助江达林向警方申请，为了协助调查案情，特此从交通管理部门处取得董小鹏撞人的监控视频。我跟你说啊，上次买的面膜真不错，下回给你也带2盒啊。哎，你说你看这么认真，你看出什么没啊？明信坊小姐姐，快来！干嘛？你来呀！你看这个。有什么问题啊？角度不同，这看上去2个人所在的位置就完全不同了呀！你这不是废话吗？科技可真发达，耳朵听上去不是真的，这眼睛看上去的也不一定是真的了。你到底想找什么呀？唉，俗话说耳听为虚，眼见为实，这句话得改啊！走火入魔了吧你？你不懂。这么早什么事儿啊？严律师的视频有问题，我找到证据了。还要再看一遍吗？这几个角度的视频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，刘东是从董小鹏的身后路过的。董小鹏背对着刘东，刘东连董小鹏的脸都看不到，他怎么能看到董小鹏在说什么呢？
你还真够执着的啊。这几个角度的视频，我们可以证明刘东在撒谎。可他为什么这么做？肯定是有人收买了他。这也足以证明之前董小鹏说的一切都是谎言。你怎么不说话？公关准则第1条，客户至上。客户需要什么，我们就应该给他们什么。严律师拿过来的这段视频，让我们有足够的筹码去跟叶东烈谈和解。只要叶东烈同意庭外和解，这件事情就到此为止了。而且我跟你说过，网友是最健忘的，我敢保证不出1个月，大家会把这件事情忘得一干二净。这也就是我们的客户最想得到的结果。Do you understand？ 那叶东烈怎么办？叶永福怎么办？是，网友可以忘记，董天慧、董小鹏都可以忘记，可是叶东烈不会。他的父亲为了1万块钱变成了植物人，这对一个家庭来说意味着什么？他们将永远活在巨大的阴影当中。这是一条人命啊！我们就要这样无动于衷吗？人得学会适可而止，很多事情只是立场问题。我也不明白，为什么你每次都要把自己逼到墙角呢？你不只逼你自己，作为学生，你还来逼老师，这样大家都没有退路。这好像是你到了 DL 之后第1次来找我啊？怎么样，当合伙人感觉还好吧？不好，一个人干很纯粹，当合伙人跟一帮人干，矛盾重重。什么矛盾？我接了个案子，当事人交通肇事逃逸。但是他一直撒谎，坚称他自己是无辜的。我很清楚，只要我继续追究下去，我一定能让我的客户得到应有的惩罚。但是这又违背了我自己的职业准则。这让你产生困惑了？这还不是第1次。上次杨默的案子，整个事情的发展完全跟我的预期背道而驰，而且每一次的结果都在挑战我的法则。你说公关人最重要的素质是什么？对客户负责。我不能一次次的因为道义背叛了我的客户啊，那我就算不上一个合格的公关人了。我现在都开始怀疑我自己的职业操守了。谁在挑战你啊？我的学生。学生？我这个学生非常麻烦，一次次的挑战我的立场。而且最头疼的是，他还不仅仅是我的学生，还是我的老板。老板？是女的吗？她叫江达玲。我认为这是个好现象啊。好现象？嗯。他是我的学生，我怎么能被我学生的想法一次次牵着走呢？你不会被任何人的想法牵制。假如他牵制了你，那只能说明你们的想法中一直有不谋而合的部分。我跟他不谋而合？是的，在你的职业生涯中，你的原则从来没有被质疑过，所以你认为你的原则是对的。
这恰恰是你的问题所在啊！你认为你的原则不可打破，现在这个叫江达林的把它打破了。你在教他的同时，他也在用自己的方式影响着你。真相往往是残酷的，人们都不愿意面对，就像你也不愿意承认自己的原则有问题一样。我不是跟你说过吗？想要治愈你的焦虑症，你必须和自己的内心达成和解。怎么和解？有斗争才有和解呀。你的意思是，江达林多气我几次，说不定能治好我的焦虑症？从心理学角度上讲，不排除这个可能。老大，都查清楚了。刘东，37岁，本地人，新荣物流仓库保管，未婚，现在还跟父母一起住在复兴坊。这是他的简历。也没什么特别的。有特别的。他当初上技校的时候学的是焊工，后来在船厂工作时不小心被电焊灼伤了眼睛。之后才做的仓库保管。你是说他的眼睛有问题？对，他是近视眼，双眼视力都是0.3，要戴300度的眼镜呢。那为什么那天晚上他没戴眼镜？老大，你没看简历啊？37岁未婚，喜欢漂亮，所以平时都不戴眼镜。你们又找我干嘛了？想再跟你确认一下，车祸那天晚上，你是真的看见董小鹏和叶永福说话？是，我都说过多少遍了，根本就这点事情，你们烦不烦了？你是近视眼吧？是啊。多少度啊？300度。平时戴隐形眼镜吗？戴啊。车祸那天晚上你戴隐形眼镜了吗？没有。那你是怎么看清楚叶永福在说话的？路易斯。这是我们向警方申请后，在交通部门取得的监控视频。看清楚了吗？从这几个角度看很清楚，董小鹏他一直背对着你，你根本不可能看到他在说话。但是我看到那个送外卖的在说话，他肯定是跟他撞的人说了。车祸的时候是凌晨1点。那条路上只有1盏路灯，以你和叶永福的距离，就算是视力正常的人，也不可能看清楚叶永福的脸。你不仅是近视眼，还没有戴隐形眼镜。请问，你是怎么看清楚叶永福在说话的？按照刑法条例，为犯罪嫌疑人作伪证的，轻则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。或者拘役，重则处3年以上或7年以下有期徒刑。告诉我，谁让你这么做的？严律师。那你想好怎么说服大家了吗？实事求是。首先，你得支持我，你不仅是我的合伙人，你还是我的老师。这个案子是我们 DAL 成立危机公关团队后接的第一个业务，我真的是不想留遗憾。那你还想要明通股份这个客户吗？我当然想要了，但我不想昧着良心挣钱。我爸曾经说过，做公关，利随名往，我们不能因为一些蝇头小利，做一些损坏自己口碑的事情。你爸吃亏就吃亏在这个名上。他是被人陷害了，所以越是这样，我越要替我爸留住名声，替 DAL 守住口碑。
可是 DL 现在急需要业绩，你这样把客户推出去，负面影响会很大的。该承担的总是要承担。所以，我真的想知道你是什么态度。没想好。江总、魏总 ，Stella， 请你们快点。知道了。事情就是这样，董小鹏不只是交通肇事逃逸，他还做伪证，这已经严重的触犯了法律，所以我觉得这不仅仅是公关事件了。我认为我们不应该隐瞒事实的真相，应该把这件事情交给律师去处理。所以我建议我们主动暂停庭外和解，把事实的真相告诉当事人，同时要求董小鹏自首。你要求客户自首，那明通股份这单业务不要了？我做这个决定我也很艰难。我觉得 DL 现在变得越来越像是个慈善机构，天天说着寻求公平正义、维护社会道德，结果呢，这正义感是有，客户全跑了。难道追求公平正义不对吗？我们不应该这么做吗？对，你说的都对，我现在算是全明白了。感情我们现在在这儿唯一不做的一件事儿是生意，天天想着怎么弘扬真善美呢。我现在都有点怀疑啊，我这个合伙人当的，我到底是为了挣钱，还是为了行善？这件事情的对错无权判断，毕竟不是我经手的。但我就想知道，每一次我们都看似很正义地做出了一个选择，放弃了我们的客户，站在了一个所谓正确的位置上，但因此，我们失去了业务，失去了 DL 作为一家公关公司的信誉度。彭坤案发生之后，我们 DL 的每一个人都过得很艰难。我也知道江总，你因此承受着多大的压力，付出了多少努力。但现在公司的利益才应该是第一位的，所以我觉得你应当从对公司有利的角度去考虑问题。一味追求对错，道德上没有问题，但不应该是我们 DL 的态度。我们现在没有资本任性，可是客户违法了，难道我们为了挣钱就要假装看不到真相了吗？没错，我承认我们要做好生意，但是做好生意就不讲良心了吗？如果每笔生意都把它放在道德的审判台上，把我们自己审得体无完肤，那真是庸人自扰。我们可以建议客户去自首，但其他的事情不应该是由我们管的。查案从来都不是我们的工作，我们已经为客户忠实地履行了合同，尽到了我们的责任。这个 case 我介入的比较深入，也算相对比较了解。你们的担心都不无道理。如果这次我们放弃了明通和董小鹏，肯定会有很多客户因此失去了对我们的信任。但如果这次我们帮助明通渡过了难关，万一有一天真相大白，到时候首当其冲的还是我们 DL。那个时候，大家就会说我们是骗子，DL 的声誉将一落千丈。刚才抒情也说了，这段时间大家的日子都不好过，因为彭坤案 ，DL 在业界和大众心目中的形象已经受损，所以我认为这次的事件不仅仅是明通的危机公关，也是我们 DL 的危机公关。我们应该借着这件事情，扭转 DL 在大众心目中的形象，告诉大家我们是一间有社会正义感、有责任感的公司。至于利益，事实上这一单下来，利润也不高。当然，失去明通这样的客户肯定是受损的。但你们还记得 New Face 案吗？我相信会有更多的客户会像 New Face 一样，把他们的品牌和声誉交给一间诚信、守法的 DL。投票吧，我反对。我同意。我也同意。玉哲，该你了。Stella说的对，真相是瞒不住的。目击证人刘东已经承认
是严律师让他做的伪证，我已经拿到了刘东的证词。如果我们继续隐瞒下去，那我们就是帮凶。现在后悔还来得及。我为什么要后悔啊？踏进这个大门，你就很有可能断送了你们两家多年来的友谊。你想好怎么跟你妈交代了吗？我想，他应该会理解的。这么做会不会有点自私啊？你妈肯定特别后悔把董天辉介绍给我们，也肯定特别后悔让我们来帮助董小鹏。本来人家是来找我们寻求帮助的，结果我们要把人家的儿子送进监狱。寻求真相的勇气是可贵的，但知道真相以后如何去面对才是最残酷的。你确定你能承受揭开真相的一切后果吗？什么意思啊？你是现在让我打退堂鼓吗？如果你不想揭开真相，你为什么要去找刘东？找到真相是一回事儿，要说出真相就是另外一回事了。掩盖真相就是帮凶，这可是你说的。这个 U 盘里面是监控视频，这里是刘东的录音证词。董小鹏不仅交通肇事逃逸，还涉嫌作伪证，他骗了我们所有人。天慧阿姨，他确实是违法了。江达林，你是吃饱了撑的没事干是吗？我妈给你公关费是为了让你帮我，你反过来害我呀？我哪得罪你了？江达林，你摸着自己的良心说，这些年明通给了你们家多少生意？你爸在我妈这儿赚了多少钱？还有，你妈跟我妈是几10年的朋友啊，咱俩小学就是同学，你这么对我，为什么？为什么呀？说完了没有啊？你叶东烈给你什么好处啊？什么都没给我，因为你犯了错，你违法了。我劝你还是自首吧。凭什么？你以为你谁啊？你是法官啊？我可以再花钱，我再请律师，我再做新证据，他们可以证明我是清白无辜的。你的悲剧就在于，你认为所有的事情都能拿钱摆平。刚才进门以前，我们还在犹豫，但是我看到你现在这副德行，真的应该给你个教训。你就是个法盲，如果这次你没有得到应得的惩罚，将来你还会犯更大的错误。董总，该说的说完了，您来做决定。走吧。魏哲，你给我站住！天慧阿姨，真的对不起。大林，江大林，小鹏。喂，110吗？我叫董天慧，我要替我儿子自首。喂，女士，您说。喂，女士，您还在吗？喂，女士，您没事吧？还在吗？喂，女士，您说话呀！您在什么地方？我在淀山湖度假村。目击者刘东最终在魏哲的劝说下，向警方提供证词。叶东烈不对刘东进行起诉，严律师制造视频伪证。
虽未造成实质伤害，但仍构成犯罪，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最终，董小鹏因交通肇事逃逸致叶永福重伤，被判处2年有期徒刑，并赔偿叶永福所有的医药费、误工费以及精神损失费。庆祝一下。谢谢老师。没有什么要总结的吗？有啊，我觉得对不起我妈，对不起天慧阿姨，就怪那个董小鹏。你就不觉得对不起我吗？对不起你什么呀？作为合伙人，我来这儿最重要的是利益。上次 NewFace 的案子被你误打误撞弄成了，该赚的钱也赚到了。这次咱们先不说董小鹏的代理费，明通集团这么大的客户，眼睁睁的就让他们跑掉了，你不觉得你应该赔偿我吗？可开会投票表决的时候，你投的是赞成票，不是我逼你的，我赔偿你什么呀？看来我听你挺错了。亲兄弟还得明算账，更何况我们只是合伙人。如果你还想让我在 DL 继续干下去，这次你就必须赔偿我，因为我要让你长记性。你知道我以前办一桩危机公关的案子多少钱吗？这次的事情我花费了这么多的时间，这么多的精力，你不给钱，累傻小子呢？那你要多少钱？30万啊？一点都没多要你的。那我能不能年底再给你啊？我哪有那些钱啊？把利息算好。小气鬼。董小鹏被抓了，董天慧也宣布要辞去董事长的职务，他也公开向你和你父亲道歉了，在网上看到了，得到了你想要的结果，高兴吗？没什么高兴不高兴的，我想要的只是真相。我今天过来，是代表我们公司向你道歉的。这个是我个人的一点心意。董小鹏被抓了，董家的第一笔赔款也收到了，所以更不需要你的钱了。我没有别的意思，我只是想帮帮你。毕竟未来你父亲有很多地方都需要用钱的。我这个人啊，就是死脑筋，所以不需要别人同情。未来有什么打算？不知道，走一步看一步吧。以你父亲现在的情况，他每天都需要有人照顾，你应该赶紧找一个长期的护工，好好的照顾你父亲。现在你面临毕业，你应该专心找个好工作。你父亲这个情况，他最需要的人是你。如果你倒下了，他就没有人依靠了。想要尽孝，首先要能做到自立。护工，给你联系好了。这些钱其实也不是给你的，就当做付给护工的工资吧。喂，谢谢啊。我要正式和你解约。解什么约啊？之前咱俩有个约定，如果你再做违反我职业准则的事情，你就不能再当我的学生了。别呀！你要再不支持我，那我得被公司那帮人整成什么样啊？那我就真的变成孤立无援了。你总不能眼睁睁的看你的学生被欺负吧？你不是这样人。别看你平时可怜兮兮的，骨子里主意大着呢。只要你想好的，你决定的事情，石头扭都拉不回来。做你的老师太累了，我根本就不是你的老师，我是你的保姆。所以从今以后，咱们俩的师生情谊已尽，
我们就是合伙人和老板的关系。我认错还不行吗？您大人有大量，宰相肚里能撑船，你别跟我在这一点点小事上计较。小事儿，嗯，眼看着一单单生意被你搅黄了，我真是皇上不急太监急。你是太监呀？你说什么？没有，对不起，我错了。我发誓，我以后呢绝对不任性了，好好做生意，好好赚钱，我把你的损失全都补偿回来。再给我一次机会嘛，老师。这可是你说的啊。嗯。别的到时候又跟我什么道德、良心啊、真相啊。不会不会，说了你是我的老师，我以后全听你的。基于你现在的态度，我勉强答应你继续做我的学生，试用期延长2个月。还有试用期啊？以观后效。谢谢老师。